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节目一开始，咱们做个假设：假如你是一位美女大学生，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不仅成为全网热议的颜色女主角，而且自己的私人联络方式也被人公之于众。一边是闺蜜同事的消息，急问自己：快去看看短视频，你什么时候拍的那些照片被人网爆了？一边是亲爹亲妈亲戚们声嘶力竭的语音信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拍那些照片？你让我们的老脸往哪里搁啊？认识的不认识的，此起彼伏的电话信息声响个不停，这叫一个好热闹呀！就在你自己还没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砰的一声，家里窗户的玻璃又被人砸了。或许你还在蒙圈之中，但你这个时候应该是清楚了，你被人网爆了。惊魂未定之下，你又拿起手机仔细看了看网爆的照片和内容，你进一步确认了这些照片绝对不是自己的照片，不，确切的说，应该是被人移花接木过的照片。除了那张脸，其他部分全然不是自己的。哦，王母娘娘，妈祖妈妈，我这是被人造谣了呀！我这是被人冤枉了。哦，我的上帝先人，我该怎么办呢？朋友们，上面描述的情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几年互联网上接二连三发生的关于某某女生被造谣、被质疑、被冤枉的热搜事件，已经不是孤案。但每此类案件上线，引起全民热议后，酿成的结果又不尽相同。有人顶受不住舆论的压力，以死明志；有人则越战越勇，是与幕后真凶一决高低。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和大家尝试探讨一下，如果我被冤枉了，要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又能保护自己，又能站于不败之地。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就我恨不得满瓶醋都要打回了原点，但你又重新的。上期节目的内容逼仔说涉事 baby， 所以流量被限，但我确实想要就此说上两句。上期节目内容明明想探讨的内容就是，如果执法不严带来的恶果，不仅仅是当事人会含冤而亡，纵放真凶的恶果还会令更多的受害者枉死非命。那些案件也只不过是用来佐证这个观点而已。尽管最后我把视频改得像个狗皮膏药似的，但还是没能被松绑。我尊重，我理解，我感恩，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的脑袋也不会转念一想，也就没有今天的这期节目了。书归正传，上期节目播出以后， YT 上有朋友私下和万象讨论，如果真的不幸被人故意诬陷冤枉了，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破解，当事人只能忍气吞声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引用两个案例相互对比和印证，或许能够解开这个问题的疑团。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刷爆全网的新闻。2023年5月23日，武汉市汉阳区虹桥小学一名年仅6岁的1年级小学生小谭同学在校园里被撞身亡。小谭的妈妈杨女士想为孩子讨回公道，面对媒体的采访，直言自己对校方的回应并不满意。由于杨女士回应时客观冷静，有条不紊，与键盘侠们认为的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的想象大有不同，便被键盘侠质疑杨女士不够悲痛，说话太理性，像是演的，就是为了钱。一开始，杨女士为了自证清白，便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自己不要1分钱，只要肇事者向全社会公开道歉。很遗憾，杨女士的表态并没有堵住键盘侠们的嘴，他们开始把矛头指向杨女士的穿搭，认为杨女士穿着得体，过于精致，每天都得换名牌鞋子，孩子都不在了，她还有心思打扮自己。面对指责，杨女士的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出来帮杨女士澄清。因为杨女士在奢侈品店工作，有着装要求，不能穿得太过普通。尽管如此，不久后在抖音平台有个叫 Mommy 的账号，多次在杨女士抖音账号贴文下发布小孩妈妈哭得伤心都是演的，一共赔偿了260万，足够他们一家人过上好日子。还想怎么样？校方150万赔偿，保险公司80万，司机主动赔偿30万，一共260万了。请问一下，他家一辈子赚得了这么多钱吗？等等数条杀人诛心的言论，
至此，在丧子之痛、被污蔑的委屈、无法自证的无助中，最终选择了以死明志。但很遗憾的是，在杨女士6月2日离开后，这名叫猫咪的抖音用户立即删除了其账号主页所有贴文，并发文声称自己的抖音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关你屁事，引发网民愤怒，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杨女士为证清白做出极端选择。其实一开始她就掉进了键盘侠们设好的自证陷阱当中。一开始杨女士被人质疑被访态度过于冷静，就是为了钱。杨女士便说我不要钱，只要道歉。接着键盘侠们便又开始质疑杨女士的穿着打扮。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整个过程中，杨女士一而再地自证自己不是那些人说的那样。即使杨女士多次拿出证据和解释，对方要么不相信，要么就会找出其他的细节质疑杨女士，就是完全不把客观事实放在眼里，直至杨女士完全陷入自证陷阱而无力自拔。在这里，我们先来引用一心理官方将滚滚的观点来解释这个疑团。为自己辩解是人之常情，但如果用错了地方，自证就变成了陷阱。滚滚的观点认为，原因就在于自证者和误解者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矛盾。自证者的目的是澄清事实，误解者却并不想寻求真相，只是为了释放攻击而已。这种时候，无论你如何自证，都无法说服对方，甚至会迎来变本加厉的质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逼人自证的本质是一种心理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对方会先以审视的态度强行贴一个错误的标签给你，接着当你拿出证据自证时，他们又会指出其他的问题，逼你继续自证。电影《让子弹飞》里有这么一小段，小六子被胡万诬陷吃了2碗粉，却只给了1碗的钱。他拼命解释，但周围的人都不相信。小六子百口莫辩，为了自证清白，当众抛开自己的肚子，掏出了1碗凉粉。然而，吃瓜群众们却一哄而散。只有小六子举着血淋淋的凉粉，崩溃地喊着：“别走！是不是只有1碗？是不是？”而污蔑小六子的胡万得意地告诉他：“我知道你只吃了1碗粉，你上当了。”朋友们，你看，让子弹飞里的胡万像极了叫猫咪的抖音用户。杨女士离世后，面对网民的质疑，她也不过轻飘飘的一句：“自己的抖音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关你屁事”，想草草了事。但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根据最新的消息，这只猫咪已经被成都市武侯区公安网安大队带走，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也不过是10日的处罚。至此，大家应该明白了，自证陷阱这个心理控制最可怕的点在于，只要开始自证，就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自证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进入了对方的逻辑里，而这种逻辑通常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无论杨女士和她的朋友们如何解释，键盘侠们总能找出新的角度去反驳，直至把他逼上绝路。这时，自证就再不是澄清事实的手段，反而成了埋葬自己的陷阱。心理学家认为，在控制者们看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权力争夺。看到对方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就想方设法的解释，控制者们会觉得自己将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带来权力感。自证者越是拼命自证，控制者越能体会到快感，也就更不愿意让这场游戏停止了。这种行为背后反映的是控制者的投射性认同，这是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人诱导他人以一种限定的方式做出反应，而这种诱导是基于投射者本人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这个不难理解，前段时间发生在高雄市的保姆看护2日幼儿意外离世的案件中的保姆，在事发后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孩子家属以及社会大众自证清白。虽然保姆经过被孩子爸爸上门围堵，去孩子灵堂下跪求饶，但也一直坚称自己没有伤害过孩子。从这个案件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在自证者与对面家属双方极端对立的情况下所做的自证工作，
基本都是无用之功。而自证者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严重的还会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产生极端的后果。即使自证成功，往往也很难弥补之前的损失。比如前面所讲的保姆事件，虽然后来检方检证后证明了保姆的清白，但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保姆的家庭已然发生了巨变，最疼爱她的父亲也因此事件悲痛离世。而控制者只需要动动嘴巴，即使自证者反击成功，控制者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因此，面对这种质疑时，自证貌似变得没有任何必要了。朋友们，事情到了这里，开始变得有点意思了。也许你会问，既然这样，当自己遇到上述如此恶毒的恶行质疑，甚至污蔑与栽赃时，既然自证无用，自己还能怎么做呢？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2020年7月7日，受害人小谷到浙江省杭州市某小区楼下取快递时，被便利店的店主郎某偷拍了视频。郎某随后与朋友何某开玩笑，编造了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聊天内容，发至微信群。通过不断转发，谣言在互联网不断发酵。2020年8月7日早上10点，消息已经传到了小谷所在的公司，所有的领导、同事都看到了。随后，小谷被公司以事件影响较为恶劣为由辞退了小谷。小谷虽有解释视频里的人不是自己，但似乎事件依然没有转圜的余地。同日，小谷向当地派出所报警。2020年8月8日，某微信公众账号发布了这谁的老婆你的头已经绿到发光了的文章，至2020年8月11日公证时，点击量已超过1万次。2020年9月8日，小谷被医生确诊为抑郁状况。随后，小谷的男朋友的工作也丢了。截至2020年9月20日，多篇网贴的总浏览量达到了60660次，转发量为217次。小谷在此期间收到大量的讯问及谩骂的信息。一个在国外的朋友看到了捏造的传播内容，把小谷臭骂了一通，说你和别人出轨的事情所有人都看到了。小谷的这个朋友在知道自己未婚未育的情况下，都更愿意相信网络的声音。小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自己非常害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但后来想了一想，既然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自己和大家的事情，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些不堪与侮辱？小谷这边没有急于向朋友和大众开口解释，因为他知道他说什么已经不是重点，因为社会大众和吃瓜群众们已经不在乎自己解释的是什么。现在只有法院的一纸判决才能还自己一个清白。小谷与律师一边开始收集证据，一边公开表示，要求郎某与何某向社会大众澄清事实，公开致歉，恢复小谷的社会名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警方已经查清事实，就是郎某与朋友恶意编造、肆意污蔑的情况下，郎某拒绝道歉，并表示道什么歉？我9天的牢都已经做完了，你有本事告我呀！听到这里，这下小谷不干了。2020年10月26日，小谷委托诉讼律师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状证据材料，以郎某某、何某某捏造事实，通过网络诽谤谷某某且情节严重为由，要求以诽谤罪追究郎某某及何某某的刑事责任。2021年1月1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对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最高检指导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自诉转公诉。这下完全满足了郎某的愿望，不需要小谷出手了，已经升级为检察院的公诉案件。2020年4月30日早上10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庭审现场传出消息，两被告郎某与何某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通过上述案件，我们不难看出，案件中的小谷自案件发生以后，承受的社会舆论以及来自亲朋好友的压力，一度引发自己的精神抑郁。如若不是自己强势反抗和顽强反击，弄不好很可能与前述的杨女士一样，又会闹出一个什么以此明志，以证清白。所以说，朋友们、宝子们，看到了吗？当对方不怀好意的揣测、污蔑、冤枉自己时，主动回击永远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而回击的关键在于不解释、不证明。
这里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黑暗荣耀》中的文东恩，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有这样一个情节：东恩学校的男同事怀疑他和领导有不正当的关系，不怀好意地问他：“你有男朋友吧？你是脚踏两只船吗？”东恩并没有回答他，而是反问：“你没有女朋友吧？你看起来就像没有女朋友的样子。”男同事气急败坏地继续攻击他：“你属于说话很气人的类型。”东恩仍然不解释，而是说：“你属于说话很尴尬的类型。”东恩的诀窍在于，虽然对方在质问他，但他并没有顺着对方的话去解释，而是转换了叙事主语，把需要解释的人变成对方。不因为别人的一句评价就开始纠结，不需要去跟对方纠缠对错，而是多想想，这种不尊重我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指控我。所以下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少说我，多说你。永远要记得，谁质疑谁举证。既然是你怀疑我，凭什么要我自证？减少自我反省，把叙事重点转移到对方身上，把内耗变成外耗，从自证陷阱中逃出来。朋友们，清者自清是我们生活中用来形容自己清白之心，无需向别人证明什么时常常用到的词语。但是我的亲人们啊，清者自清也往往伴随着憋屈、难堪、无尽的羞耻和内耗。那些质疑和污蔑的确不值得我们花心思去关注和解释，但当恶意扑面而来时，主动回击也是我们的权利。请永远要记得，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与恶之间到底有多少距离。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